为什么所有人拿苍蝇拍打球的动作都差不多呢？因为新手通常会把这个前点当做自己的击球位置，因为前点这个位置呢比较好参照这个球，比较容易打到，会给人一种安全感，所以说人都喜欢把它放在前面。如果这个上来人就会放在特别高的位置，那他就会跟这个球之间的距离感丧失的比较严重。那么所有在身前击球的人，一般就只能用苍蝇拍来打了。没有办法产生大臂带动小臂的内旋动作，就会出现苍蝇拍拍的动作。那么我坚持用苍蝇拍打，早晚会有一天有一个高手或者一个教练告诉你，你不应该这么拿拍，你应该用专业的羽毛球发力动作的握拍。比如说我握成一个我们常用的一个打高远球或者杀球的握拍，那这个时候我的击球点还是在前点，会出现什么效果呢？哎呦，往左边削去了。这拍面都摆不正，这怎么打呀？不行，我还是拿苍蝇拍拍吧。好了，你变回去了，也就是说你离胜利迈进一步，你离专业的动作迈进了一步，又退回去了，然后又苍蝇拍拍着打一段时间。有人告诉你，你这个击球点不对，怎么可能那么前呢？对吧？要知道我们击球如果在额头的前上方或者上方，那个感受至少要感觉我人要被球压住才能打到一个这个高点，那我们能看到这个球明显在前面的时候，那打出来就太前了。这就是学球的人你以为和实际上的区别，就是你认为你自己是在一个额头上方打的，实际上已经非常前了。好了，你把击球点变回来了，我放到高点打，但是呢，我的握拍还是苍蝇拍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高射炮。为什么是高射炮呢？因为我如果用苍蝇拍在高点，那么我打球的时候，看到没有？在高点，我唯一能压的东西就是手腕呀。所以说，这样握拍的人很怕别人打过来平快球、平高球，那就说这不行，这就让人杀死了。那我还是得变回这个我原来那样打。OK， 你离胜利又迈进一步，你就又退回去了。有一天有人告诉你，你要用大臂带动小臂的动作，也就是你的动作开始往专业了学了。我开始做内旋动作了，我开始做这种大臂带动小臂的挥拍了。但是你的握拍还是苍蝇拍，会出现什么事儿呢？哎呦，怎么跑那边去了？往右削了。标准的握拍，我一内旋是正，我用苍蝇拍，我一内旋就朝外。所以说，大家发现什么没有？你想要把动作改正了，那你必须得握拍、击球点、挥拍动作3件事全部都做对，全对，我才能把这个高远打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后场发力技术难就难在想把3件事同时做对的话是很难的。所以说我们在练球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我们要把3件事同时做对。人在家中躺，球技心中长。